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我2017年在泰国完成了变性手术，到现在已经10年了。最常有伙伴问我问题是：艾莉，你到底做了哪些手术啊？我到底要做哪些手术才能变成美少女？所以我今天整理了10个新手相关的问题来为大家解答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就进入到工商时间。你跟我一样是很害怕晒太阳的吸血鬼一族吗？或者你每天骑机车通勤在户外，也遭受到太阳的洗礼？我们肌肤里面每一寸的细胞都有谷胱甘肽，但只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加，所以浓度就渐渐的下降。有些人会选择用针剂的来补充，但我这个人很害怕打针，所以我才选择发明了白藜萃。白藜萃胶囊一颗就有125毫克的谷胱甘肽，一天吃2颗就是250毫克。谷胱甘肽的浓度百种，都从10%到60%的都有。浓度太低的话，对皮肤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彰显了。这次我选用的是日本 Oritech 的天然谷胱甘肽，里面浓度有98%，所以当你吃了250毫克进肚子时，真正作用的能有245毫克，10天份、30天份到90天份，可以直接买最小的体验组10天份就好。等你吃喜欢了，再持续购买，我觉得这样是对姐妹们比较好的做法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当你从这个影片的连结点进去白藜萃的官网的话，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份体验组的100元现金折价券，所以现在就赶快去试看看吧。今天呢，要回答这10个新的问题，我们请到2个特别来宾。第一位就是我们的风华诊所的谢明吉院长。大家好，我是谢明吉医师。对我是风华联合诊所的院长。然后还有我们康熙来了的老朋友新蕾。我又来了，我是新蕾。太可爱了。第一个 Yes 最多的问题，我只有一笔钱，那我该做哪一个手术？医师，大部分的人会先从额头开始做起。大部分人跨的人，他的额头会像我的额头一样，就是 M 型，你知道吗？那眉骨会比较凸一点点，然后会比较厚倾，然后就是比较有战斗感的那种额头。所以战斗感这个形容词很好哎。对啊，就战斗啊，对。战斗感，那如果有战斗感，那该怎么消除啊？女生的发线会偏得比较圆弧一点，圆对，但是男生就会比较 M 一点点，比较饱满一点的额头。我们第一步比饱满更需要先解决的事情是他的眉骨凸的这件事情。稍微讲的科学一点点，就是侧面的斜率。那侧面斜率做起来，在正面上看起来就是所谓的你们讲的饱满。有一些跨性别的人，他已经先做过处理，但是他常常会需要2次调整额头的原因，是因为某些非骨骼专业的医生，他想要试着用上方的通来压制住这里的凸，所以那这时候就会产生所谓很多人就是说人妖感，他直接一个假体就想放上去，那你就会变成，对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真的就是那种人妖感。现在也有做过额头，要分享一下吗？其实那时候也有摸眉骨，然后也有放东西进去，到时候就发炎了嘛。OK， 这个是我不知道的事情，但是你需要的事情是额比角，我们要让它尽量从最低点就是要升上去了。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它推不进去？因为就是额窦的关系。有一些医生他就是磨了以后，但是因为他已经透光了，透光以后他就不能再磨进去，他就只好停在那里。简单讲就是我们那个墙壁很薄，但是其实你要把那个很薄的墙壁拆下来，你要把它往后推，你才能够连接上面的额头。主要就像医师讲的，就是那个角度是重要的。对，我举例来讲好了，你觉得这个下巴，你觉得是用磨可以磨得出力的吗？一样的问题 ，right？ 那是要推下颌骨，推下颌骨解决在这里，我是把下颌骨推进去。排除额头的话，大多数姐妹会遇到什么问题啊？脸的问题大概就是它的颧骨会比较外扩，因为男生的咬力还是比较大一点，咬肌是连接颧骨跟下颌骨一个骨块，所以当我们的咬力很大的时候，我们的颧骨跟下颌骨就会比较大一点。那还有下巴也是一样，就是男生的下巴也会比较宽一点点。所以 purely 形状的问题，那就是丢到小骨的类别。有排列的问题，有笑容的问题，有嘴角的问题，有中脸凹陷的问题，有牙齿露不出来的问题，就会被归在正颚这一边。原来如此。对，正颚手术比较偏向一个是蛋糕来举例，就是底层的基底这样子，然后在上面才是削骨手术以及调整什么塞假体啊这些动鼻子啊这些。所以如果一旦
直接先去动鼻子，先去塞这些东西，然后不做任何手术的话，就会导致低肌不稳。可以这样讲。假设一个歪斜的，你就是会永远就是歪斜，有歪斜嘛 ，right？ 你的骨头歪斜，那好歪斜，那你要把假体放到中间吗？那你这边比较长，这边比较短，然后你把下巴放中间，那你下巴放哪里？要是你是医生，你要下巴放哪里？那你下巴歪斜，你鼻子要放哪里？你鼻子要对下巴，还是要对眼睑正中间？你告诉我你要对哪里？第二个问题是，听说整容老了之后很可怕，脸会垮掉。首先就是说先定义整容这件事情了。整容它丢到我脑子里面，我突然间浮现的东西就是，你想要用很多的注射物来掩盖住骨骼的缺陷，我可能会把它认为是整容。整容脸凹陷，你会想要把这个地方法令纹填起来啦。那这一些东西，因为它不在骨骼上面，它在肌肉层。那肌肉是干嘛呢？脸部肌肉是干嘛呢？在动啊，在表达啊，我们会哭啊，我们会笑啊，还有重力啊。我举例来讲，今天假设你想要掩盖住这个，你在这个地方打，那一定会，因为它最后它会，我看过很多，它会积在这里。重建的过程中，常常会有提拉的成分，掩盖的过程中常常增加重量的成分。我这个礼拜6有一个很重要的聚会，我要稍微漂亮一下，我要去埋线拉提，完全是 OK 的，就是补救，对补救，然后填一下，是可以理解。就像我要上镜头啊补，但是你把补救变成日常的话，就很容易出状况这样子。不能再继续举好莱坞明星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可以加问一个问题，请说啊。因为其实我削骨过后，就是一些粉丝问我说，是不是削骨之后脸会比较容易会垮下来跟下垂？应该这样说，如果当它的弹性不佳，或者是它太过于已经很重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看它的皮肤已经很重，像2位的状况，我就不会担心，因为它很显然的拿掉一点点，它是会回弹的，它会贴上去，把我削的那个形状给显露出来。但是如果你感觉到这个人的脸很重，他很胖，他的脂肪很多，那你拿掉它是不是一定会更垂？所以说，当我觉得他很重，他脸很重，脂肪很重，那但是他又想要让脸变小，那我会跟他说，你拿掉之后，你应该要考虑一起提拉，那我也会一起做。所以做削骨垂不垂，主要是看他的脸部的肌肤紧不紧致，贴不贴。对，然后它有个重不重？重不重？原来对，你要去感觉。所以不能说做削骨就一定会垂，不能这样说，不能这样说。对。医师，那我有个问题，现在有很多原生的女性讲说，我想要更幼态一点，我想要30岁看起来像20岁，那该怎么办？其实我们干的事情其实跟完全没有不一样，只是你们的解读会我要幼态脸，我要天使，那你就想这天使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它暗示你的事情就是很无害嘛，然后比较不成熟，那不成熟的意思就是下颚骨还没有发育的时候的那个样子，像杨谨华的脸，你就不会觉得她是幼态脸，因为她的脸比较长一点，对，那你就幼态脸，你就会想可能是林依晨啊等等那种比较短的感觉。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门牙的露出量，你想一件事情，一个人笑起来，他看到下排牙齿，然后下排这比例下排很长，然后看不到上排牙齿，你就不会觉得那是幼态脸，你就觉得它比较偏向政治人物的，反而是有兔宝宝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更幼态，是不是？那第3个是什么？第3个就是脸颊的支撑，就是你看我的这个下眼睑跟脸颊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，我就要把这个分界给模糊掉，所以要把这些交界消除，就能比较把交界消除。对，幼态就是把交界消除。下一个问题是，他说我很想整容，但是我家人跟男友都反对我去整容，怎么办？最好的方法就是邀请他们一起来咨询。对，那邀请他们，那如果愿意来，要不要在远边一直担忧环豆，一环豆，但是也不知道在环豆什么，把问题丢出来，然后我们把类似的案例给你看，然后把真正的那个担忧说出来，而且真正把那个担忧解释了，其实大部分的情况，这个阻力都会比较小一点。确实，有时候也是自己的可能知识量不足，就有时候在家里假想。有可能假想啊，假想那些整容啊，对，听人讲啊，
啊，听讲哦，安尼吼会安怎安怎。他们脑中想象的都是那个失败的案例。对，这延伸到下一个问题是，很多人担心说，哦，我怎么样才不会被整成塑胶脸？我觉得是随着颅颜重建医学上的进步啦，我们的那个精准性的提高，让我们可以微调一个脸，我们才慢慢的好像可以一直在谈一些很细节的，然后比例的、幼态的这些事情，是我们在10几年前没有，我也。包括我自己，我也不自在谈这件事情。可能20年前、10几年前，动刀是没有办法到那么精准，就是微调几厘米、几厘米这样。对。但是，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可以精准到这个程度，就等于说啊，不用担心一次动就动得很严重。对。一次动就哇，对啊，没有啊，我们做一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做得很精致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很多姐妹就是哦，我在家里照镜子，然后我戴上假发，哦，就很阳刚啊，然后就是哇，好有战斗感。很多事情我认为是在手术刀之外的，跨性别这件事情有更内的事情 ，it's 气质 ，it's 谈吐 ，it's 你的所有的散发出来的东西，这件事情不见得是我可以帮得上忙的东西。那在骨架上面是可以啊，我想要变爱里的骨架或新的骨架，那 OK， 我有2位的电脑断层，我询问你2位的，你的电脑断层愿不愿意提供出来给大家参考 ？OK， 我多收500就可以了。不知道他第一步该动什么手术，他可以直接杀去诊所说，哦，我不知道我该动什么手术，医生帮我看一下吗？这样是可以的吗？这样子说啦，我觉得脸部女性柔化手术，即便她最后没有跨成功，她也不会介意我把她的脸中性化或者女性化。哦，就是对，真的缺点。对他们不介意，因为他就是一个美男子啦，就即便他没有跨成功，所以其实直接到诊所问问看也无伤大雅。下一个问题是，你说我想要我的眼睛更可爱，然后更无辜的话该怎么做 ？focus 在眼睛这个上面。我先讲什么样的叫做不蒙。不蒙的眼睛呢，它的下眼眶骨会比较低，上眼眶骨也是比较低，因为这样子的眼睛呢是在战斗的时候比较受到保护的，比较有战斗感。下眼眶比较低的时候，它这边就会比较凹，比较凹的时候呢，下眼白就露出来了。那你觉得这样子的眼睛很萌吗？所以一样的，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从重建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说我们要把下眼眶骨把它往上移，把下面眼白会减少。你也当然不能只往上，你要往前，所以它脸颊又被支撑出来，把它的上眼眶骨稍微再修饰，修掉一点点。现在听了很多手术，然后他们现在看完了也知道怎么改善了，但是他说，我也想弄手术变美啊，但是我很怕痛怎么办？我们给的药物里面有比较低阶的，类似普拿疼类的，有 NSAID 类的，然后有吗啡类的、鸦片类的，对，所以其实你说真的有痛到用现代的药物压制不下来的，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罕见。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很多姐妹她也想动整容手术，但是很担心，那会留下疤痕吗？会有后遗症吗？我举例来讲，比如说像整容手术是小骨手术，原则上在眼睛以下的地方，它的隐蔽性几乎是100%。对，几乎啦，几乎都在口腔里面动。对，再配合上现在的电脑断层，电脑断层我们会知道神经孔的分布。对，这个还是要拜现代科技之赐啦。那我刚刚有个延伸问题，刚刚没有回答到，就是那这个植入物，像是我这边有放假体嘛？对，在什么10年、20年之后需要拿出来吗？原则上，如果你没有发生车祸之类的炸第一个车祸，或是有别的地方来的感染源，我们遇过，比如说你的牙齿的感染、抽神经或是蜂窝性组织炎、齿源性的蜂窝组织炎，那但是治疗完以后，我们再把它放回去。相安无事的话，其实可以直到火化都不会再出现。对，相安无事，你不要有外来的感染源。最后一个问题是，第一次去动手术，我到底该存多少钱？我有一笔钱我就先动，还是我存了很多钱之后我再一次动，哪一个会比较好意思？他可能2个圆本来是这样子啊，我明明是感觉自己是女的，或者我明明觉得我蛮温顺的，但是我怎么看起来那么凶？所以我慢慢的让这个圆符合在一起。OK， 没有标准答案，有些人他想先试看看。我就有时候你知道，外科医生在这一步一步的过程中，有时候我也蛮无辜的。他说啊，都没有人知道我整形然后都没有人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。对啊，那可能第一个可能我做得很自然吧，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东西来啊。有一个族群的人，就是他的内心是很强大，我今天就是这样，那我只有这个假期，然后我不想啰嗦，这种状况的话要想清楚。当你看到镜子前的人不是你所认识那几十年的人的时候，那个冲击
先不讲美不美，都是一个需要调试的一个东西。所以，当你内心没有很强大、很去支撑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我还是建议一步一步来。